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爹。那最近我乱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想要慢慢来跟大家分享。因为你们知道吗？做这种科技频道，就会常常去看一些有的没的新出来的这些小玩具，然后就会去买。然后加上有观众也会问我说，什么东西可不可以测试一下，或者什么新出的产品可以买来玩玩看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就是其实观众建议我的这个东西，我本来其实不知道它的存在啦，可是有人跟我讲说，这个东西新出来好像蛮有趣的，然后它的充电功率好像也很高。今天这个就是10米的20号移动电源 ，OK， 那这个好像在台湾目前是还没有直接上市的，所以我是在虾皮上面可能有人进水货啊，或者自己带进来买的。那这颗是什么呢？这颗就是一个25000毫安时的一个很大的一颗电池，那它最大输出的功率可以到200瓦，它有3个独立快充的孔，2个 Type C， 一个 Type A。这边就先不多讲，我们就先把它来打开看看，那先做个简单的开箱给大家看咯 ，OK。好，来开箱吧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感觉起来还蛮重的，打开来看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里面这个就是电池啦。那里面还有什么呢？有一个 Type A to Type C 的一个线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Type C to Type C 的线。那它总充电的时间呢？如果你用65瓦，就是第一个 Type C 的充电孔输入进来的话，它65瓦那个只要2.5个小时就可以充电完毕。那这边说要用包装内的 Type C 转 Type C 的充电线，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 Type C 的充电线都可以支援这样的充电功率。那这边也特别提到，如果 USB-C Type C 的输出电流大于3A 的时候，要使用包装内的 C to C 的线。所以他说，因为这个容量比较大，他推荐你用45瓦以上的功率充电器配合里面的充电线使用。那我昨天自己在测试充电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一颗啦，这个它最大可以到65瓦输出。那我用这个充这个是蛮快的哦。对，这边有讲，如果它的 Type A 要输出到120瓦的时候，要配合小米10至尊纪念版的手机，还有它里面的原装充电线。哇，真的是还蛮大的一颗。看它的广告以为蛮小，可其实这拿在手上可以看到它的厚度。这个是 iPhone 12 Pro Max， 大概看一下，比较一下它的尺寸。那看一下它的厚度的差距，这应该是2个到3个，是不轻啊。可是毕竟它就是那么大容量。那这边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它可以显示现在电源的电量。那在充电的时候，它就会用闪灯的方式哦。如果你现在输出充电的时候，你输入的时候，它就是其中一个灯，这边侧边的灯会闪。2个 Type C， 一个 Type A。那这边有一个橘色的 Type C， 就是输入跟输出的功率最大的一个线。所以你要充电，要最快充电进这一颗电池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。那你要最快最大的100瓦。输出充，比如说你的16寸的 MacBook Pro， 你也是用这一个。那中间这个就是，其实我现在一般测试起来的话，你充一般手机，它速度就是还好而已啊。所以我觉得它主要就是120瓦支援小米的那一个嘛。那这边有跟你讲，第二个 L 它最大就是大概20瓦左右。OK， 那这边这一个的话，自己充 iPhone 的话，其实是都支援啊，它在20瓦也支援。那它输出最高就是45瓦，所以以我现在 MacBook Air 的情况下，其实也是非常够用。这个整体上面有一个。应该是10米的一个商标，这边写着容量，我觉得整体质感算不错啦，比我想象中的好，以它的价格来讲，算是蛮划算的。好，那我就来用个1-2天，再来分享一下我的感想咯。好，所以这个基本上当然是算一个伪开箱，因为我已经用了几天，然后测试它的效能啊，这些整体上面的表现怎么样。那我必须说，这边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它是2个 Type C， 一个 A 嘛。那它的每个孔的功率不太一样。那它回充的话，就是这个有橘色的这个 Type C 最高可以到65瓦，那另外一边这个第二个 Type C 呢，它回充可以到45瓦的速率，所以这个基本上一般使用都还够用。至少以我现在使用的 M1 MacBook Air， 这2个孔其实都已经超乎我的需求。那我也分别测试说，用这2个 Type C， 用 MagSafe 啊，或是苹果的充电线去充苹果的手机的情况下，它是不是可以支援到最高的20瓦？那其实用有线的情况下，它是可以的。那用 MagSafe 的情况下，它也是可以同时支援到 MagSafe 最高支援的15瓦。那它当然显示出来会大概18瓦、19瓦左右。那关于这个部分，当然就是要算它的无线耗损啊。那当然，总共减下来大概15瓦。可是 MagSafe 我先前有讲过嘛，它整体的充电速率，因为热能的控制，它就是
不会太快。那可是它的方便性是有了。那我会有更多关于 MagSafe 的相关配件，再另外做一集跟大家讲。那中间这个 Type A 的接孔的话，其实现在已经很少有 Type A 的充电线了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对小米本身的使用者啊，想用120瓦去充电会用得到。个人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希望它直接就变成3个 Type C 的孔，可能会方便一点。OK， 那整体使用下来的话，我的感想是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行动电源，然后它有非常大的充电功率，算是方便啦。可是因为现在也不太能出国嘛，那这样一般的使用情况下的话，可能就是说在外出工作的时候啊，带着电脑跟手机的时候，这个是绝对足够去应付它。尺寸上的话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，我本来以为是再小一点的哦。这个拿在手上，它的重量还有放在包包，它的重量都还是会蛮明显的。好，那最后讲到这个价格，我觉得就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它只要以人民币的原价换算过来，应该是1700多台币啦。可是我在台湾买，人家带进来的大概是1900，所以整个加起来大概将近2000块左右。所以一个2000块不到的电池，然后它有那么大的输出功率，那么大的容量。其实它这个100瓦的输出，并不只是可以支援我的 MacBook Air， 甚至是13寸的 Pro， 还有16寸的 Pro， 它都是可以支援的。所以这个情况下，我觉得它算实用性还蛮大的。那你需不需要呢？我觉得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，应该算是还蛮实惠的选择啦。那当然，这个目前是水货，它可能就是没有通过一些台湾的认证。那这个部分就看你自己是要直接买呢，还是说要等台湾这边有出来之后再去购买它都可以。那就看你自己怎么想咯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希望我开箱测试的这一款电池。以苹果装置来讲，这个基本上都支援，而且也蛮好用的。好，那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问我。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，就记得订阅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按赞跟分享。那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面见喽，拜。